丈夫出门打工刚走，女人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忽然听到隔壁有一男一女对话的声音。那女生很有特点，不用问，肯定是隔壁胖嫂。但那男生语调有点低沉，听不出来是谁，也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。出于好奇，这个女人吴芳就悄悄来到墙头根底下，侧耳细听。因为隔着一道砖墙，虽然吴芳屏住了呼吸，也只是断断续续听出了一个大概的意思。隔壁胖嫂在跟这个男人讨价还价。胖嫂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，她一个人在家，怎么会有男人跟她说这么多话呢？是什么事情聊了这么长时间呢？莫非胖嫂她不守妇道？哎呀呀！想到这儿，吴芳心头一惊，紧接着就是一阵强烈的好奇心涌上心头。她抬腿迈步就要出院门，到胖嫂家去一看究竟。慢着，我这样做似乎有点莽撞。怎么？因为吴芳的丈夫关键过去曾经有一次到胖嫂家借铁锹，多说了一会儿话，吴芳就追过去了，将胖嫂大骂了一顿。自那以后快1年了，两家没有来往过。现在我要是就这么神不大的跑到他家去，多没面子呀！转身回屋，又不太甘心。有了！吴芳灵机一动，蹭蹭蹭3两步跑回屋，从篮子里抄起2个菜包子。反正丈夫关键打工走了，这大夏天的一篮子大包子吃不完也得臭了。就便宜了胖嫂吧。吴芳出门一扭身，拐进胖嫂家的院子里。胖嫂在家吗？我给你送包子来了。吴芳见院子里没人，她边喊着话，脚步加快，就冲进了胖嫂的屋里头。抬眼一看，果然是一男一女，女人是胖嫂，男的是个中年人，已经有些秃顶了。和胖嫂2个人站在屋中央，手里握着几张零钱，正在交接呢。胖嫂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便明白了吴芳的真正来意。你是听到我家有男人说话，这是来找热闹看来了。但是就这么一墙之隔的住着，我也不好生气。哎呀，你瞧你小芳，心眼就是好，有好吃的还总是想着嫂子我。快坐吧，等我卖完废品，咱姐俩唠会儿。吴芳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进屋之前，胖嫂家院子里停着一辆破旧的3轮车，车斗里有几个空纸箱子，感情这个秃顶男人是个收废品的呀。不做了，胖嫂，刚好我家也有不少废品，让这位师傅也到我家去收拾收拾吧。没想到啊，吴芳这一卖废品可出了大事了。收废品的秃头男人跟在吴芳身后，来到他家院子里。吴芳一指东边的车棚子，您看拖拉机斗里边的纸箱子，还有地上那些个啤酒瓶子都卖了。然后又一指西边配房，那边屋里还有一些个旧书本和一个铁锅。废品秃头男按照吴芳交代的，开始收拾这些个废品，时间不大，就都归拢到了院子里。在这个秃头男人收拾废品的时候，吴芳一直在旁边跟着，东拉西扯的闲聊。大哥，你这是头一回到我们村吧？以前没见过你呀。大妹子，那是你没看见我，我来过好多次了。就刚才那家，您的隔壁邻居，我今天已经是第3次去了。这个秃头废品男一边说话，一边捡酒瓶子，他的眼睛可也没闲着，不断的往那吴芳身上瞄。这个小娘们儿要比刚才那个胖女人漂亮多了，这长得可真带劲。他脑子里是这么想，吴芳心里也没闲着，嘴上像是在闲聊，其实他是想探听一下这收废品的口风，想从对方的话语当中听出点蛛丝马迹，看看是不是隔壁胖嫂有什么不检点的地方。所以跟前儿这个收废品的老男人的眼神啊，他一点也没注意。你都到他家去过3次了，老主顾了呀。
可不咋的，主要是咱这人实在。妹子，以后有废品你就给我留着，保证给你个好价钱。另外呀，家里要是有个老物件什么的，我也高价回收。这句话让吴芳心头一动，哎，我家老公不是有一个祖传的老茶壶吗？说是他老祖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，应该能值不少钱，不如让这个收旧货的给看看。这位大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想起来一个物件，你等着。说到这儿，吴芳也不等对方回答，他扭身进了堂屋，然后就钻进里屋，翻箱倒柜的找那个老茶壶。可您倒是多留个心眼儿啊，那收废品的秃头男人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本来就一直色眯眯的偷眼观瞧吴芳的姿色，现在看吴芳转身回屋的背影啊，真苗条呀，他可就动了贼心，身不由己，色胆包天，跟随在吴芳身后也进入了屋内。吴芳刚打开床头柜，忽然感觉到身后像是有人，扭脖子回头一看，还没等他开口质问呢，嘴巴便被废品光头男给捂上了。别出声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大妹子。说着话是一阵乱摸，就要无礼。吴芳哪里肯答应，他是奋力反抗，只可惜力量太悬殊了。吴芳娇小玲珑，比较瘦弱，那秃头男人身强力壮，对付吴芳就好像老鹰抓小鸡儿似的。就在这时，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。吴芳趁着坏人的手稍微一松的机会，张开嘴吭哧一口就咬在了对方的耳朵上。就听秃头男惨叫一声，用手去捂耳朵。吴芳抓住时机，哧溜一下窜下床就往外跑。刚跑出屋门口，突然觉得两腿一飘，整个人腾空而起，好像飞起来了一样。哪是飞起来了呀？是那秃头男人从背后将吴芳一把给抱起来了，又重新扔回了床上。这一次吴芳被枕巾堵住了嘴，双手也被腰带捆在一起，动弹不得。完了，今天看来是完了。正在吴芳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的最后关头，隔壁胖嫂来了。他是被刚才废品秃头男耳朵被咬惨叫的那一声给惊到了，心说我没听错吧？怎么吴芳家有男人惨叫的声音啊？不好，肯定是出事了，我得去看看。于是胖嫂顺手抄起一根擀面杖，就来到了隔壁吴芳家。进屋正看到废品秃头男在强行无礼。好啊，你这个畜生！胖嫂举起擀面杖就是一棍，呜啪！一擀面杖正敲在坏蛋的后背上，废品秃头男抱头鼠窜跑出屋门，也不要他的三轮车了，出了院子不要命的就往街上跑。无巧不成书，正赶上吴芳的丈夫关键，因为误了火车，只能明天再走，所以从县城又赶回家来了。与这位废品秃头男正撞个满怀。他想说你没长眼啊，怎么乱撞？可对方哪有心思听他说话，只顾着逃脱，是撒丫子就跑。关键回到家一看，妻子坐在床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隔壁胖嫂正坐在床沿上劝呢。等问清楚情况之后，关键明白了啊，原来刚才那个撞我的秃头是个大坏蛋大色狼啊。他转身撒脚入肺就追出去了，一直追了几条街，追到村子的另一头，也没瞧见那废品秃头男的人影。这才想起来报警，警方破案十分迅速，第二天就抓到了废品秃头男，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制裁。关键与吴芳夫妻俩谢过隔壁胖嫂之后，回到家坐在床头上商量。老婆，我看我出门打工，把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实在是不妥，我还是不走了，想点别的法子赚钱养家吧。吴芳点头同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都想好了，咱家这10亩农田不是含沙量高吗？
种西瓜正合适，不如咱们种瓜致富吧。关键嘿嘿一乐，好，那咱就种瓜致富。